婚礼前一天，我从天台坠落，粉身碎骨，而凶手是我的未婚夫，只因我阻碍了他跟初恋再续前缘。睁眼回到他即将出轨的时候，我笑着送他到酒店见他的白月光，结果男友后悔了，可他已经配不上我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小跑着跑上楼，推开门就看到林杰看着远处的高楼。我平缓呼吸，慢慢走过去。有什么不能在办公室说？怎么来天台了？我走近林杰，娇嗔道。林杰回头，露出被他藏在身后的女人。我愣在原地，竟然是严雪。她是林杰的初恋，是我从小学到高一最好的闺蜜。当年她为了出国跟林杰分手，我花了8年时间才走到林杰身边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我脸色僵硬地盯着他们挽在一起的手。林杰脸色复杂地看着我，慢慢开口：蓝天，明天的婚礼取消吧。我连做了3个深呼吸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质问林杰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天知道我有多期待明天的婚礼。就算林杰没有参与前期筹备，但这是他允诺我的婚礼呀。我忍不住哭出声：是你跟我求婚的呀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严雪走过来拉住我，劝道：蓝天，你别怪林杰，他本来就不爱你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何必呢？我一把推开他：滚开，我们俩的事轮得到你说3道4。林杰抱住严雪，呵斥道：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当年你破坏我跟严雪的事，我已经不跟你算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莫名其妙，我什么时候破坏他跟严雪了？严雪跳出来拦着我们，我看他就生气，想把他推开。混乱中，不知道谁用力推了我一下，我脚一扭，从天台边缘滚下去。我的手在空中胡乱挥舞，看到林杰伸出手，却被严雪拉住。剧痛传来的瞬间，我发誓下辈子绝对不会爱上林杰。我一个哆嗦，睁开眼睛，眼前是熟悉的布景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的。这不是我跟林杰的新房吗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不是被那对渣男贱女推下楼？难道我没死？我抬手摸自己的后脑勺，没有伤口，又检查自己身上，没有血迹。什么情况？就在我发呆的时候，林杰突然拿着手机从房间走出来，四目相对，我们都愣住了。想到他为了严雪把我推下楼，我心中涌起无限恨意。林杰避开我的眼神，轻咳一声说道：抱歉，临时要去见个客户，没办法陪你去试婚纱了，要不你自己去，或者改天我再陪你去。我想起来了，2个月前我们约好去试婚纱礼服，林杰突然说要见客户，我体谅他就自己去了。难道我竟然真的重生了？但也是从那天起，林杰回家时间越来越晚，而且经常心不在焉。公司和筹备婚礼已经耗费了我所有精力，忘了林杰最讨厌应酬，怎么可能会主动去见客户？是去找严雪吧？原来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征兆了。我觉得自己愚蠢到家了。你不舒服吗？林杰突然走到我面前，伸手要摸我额头，一瞬间坠楼碎骨的痛席卷了我全身。我一翻身避开林杰的碰触，眼神警惕地盯着他。林杰皱眉：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警告自己冷静下来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回到了死亡之前，但是我要珍爱生命，远离渣男。我摇头，做了个噩梦而已。那你在家休息，我出去了。我扬起笑容，突然开口：我送你去吧。我把车停在酒店门口，林杰磨蹭着不下车，他抿唇说道：这家酒店的餐厅做得不错。
我回去的时候给你带个蛋糕吧。我有瞬间的恍神，跟林杰在一起一直都是我迁就他，他从没在意过我的感受，唯一送我的礼物就是求婚戒指，今天竟然主动提出给我带礼物，看来严雪对他的影响真不是一般大。我摇头拒绝，不用了，我最近减肥。林杰皱眉，你又不胖，减什么肥？我扯起嘴角没接话，他什么时候关心过我的事了？林杰最终还是下了车，我从后视镜看到他头也不回地走进酒店，直接在路口掉头去了对面。我坐在酒店对面的咖啡店里，看了一眼手表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林杰还没有出来。我跟林杰高中就认识了，那时他是学校最有名的校霸，仗着家里有钱，各种打架闹事，学校也不敢将他开除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惹不起。我每次看到他带着小弟都会避开，直到我被校外的混混堵在巷子里欺负，他正巧路过帮我解了围。我很感谢他，也开始关注他，才发现跟他打架的都是小混混，他从来不欺负自己同学。我还偷偷看到过他躲在小巷子里喂流浪狗，原来我们都误会他了。正因为看穿了他的保护色，所以在他被严雪抛弃以后，我主动靠近林杰，开始了我长达6年的舔狗生活。为了跟林杰在一起，我放弃了985院校，跟他读同一个大学。为了照顾林杰的生活，我随传随到，帮他收拾房子。毕业后，我更是因为林杰想创业，所以放弃了更好的机会，陪他一起打拼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的公司终于小有成就，林杰也向我求婚，我们终于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。可严雪回来了，林杰出来了，旁边跟着一个女人，是我猜测的严雪。我放下手机，滑动刚拍的照片。如果林杰能跟我说实话，我一定会放手。可他选择了欺骗，把我当傻子，那我也不会对你们客气了。我变得很忙，我让婚礼策划随便做了个婚礼方案发给林杰，只得到1个字的回复：好。我干脆全交给婚礼策划去办，反正这个婚礼也办不成。另一边，我重新注册了一家新公司，自己做法人。当初林杰创业是为了向林家证明自己不是个废物，可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，习惯了被捧在手上的人，怎么会愿意低头求订单呢？所以出去拉生意的都是我。为了给林杰拉业务，我喝酒喝到胃出血。现在想想，我真是傻呀。不过也多亏了林杰的清高，公司最熟悉业务的人是我，人脉也都在我的手上。我约见了一个老客户，以比林杰公司高1成的条件，把订单签到了我自己的公司。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第1笔业务，我很高兴，给自己点了一整个蛋糕庆祝。刚拍完照片，准备动勺子，林杰的电话来了。你不在公司？林杰的语气不太好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，今天怎么突然过去了？我出来见客户了，有什么事吗？听到我的话，林杰连忙拒绝，没事，就是奇怪你怎么不在公司。听着林杰特意降低的音量，我猜他正跟严雪在一起。没等到我的话，林杰继续说道：我要出差，你让财务打10万块钱到我卡上，公司大额支出可以没有林杰的签字，但必须我点头。我冷笑，他只有这种时候才会主动跟我联系。好，就这样，我这几天不在，你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。林杰急忙挂了电话，生怕我会质问他的行程一样。他大概忘了，他的很多账户绑定的都是我的邮箱。看到他买的去马尔代夫的双人机票，我下载了搬家的软件。刚进门我就闻到了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水味，
我扫视了一眼四周，看见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玻璃杯，走过去拿起杯子，杯沿上还有一个口红印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林杰带严雪回家了，不仅如此，他还给严雪用了自己的杯子，而严雪不忘留下痕迹示威。林杰就这么迫不及待，也不顾这个房子是有女主人的，还是说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？我突然一阵恶心，把玻璃杯扔进了垃圾桶，回房间找出行李箱，发现衣柜里林杰的衣服少了一半，我的衣服跟包包也被人动过了。严雪该不会以为这些都是林杰买给我的，嫉妒吧？那可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努力赚钱奖励自己的礼物，反倒是我送给了林杰不少东西。难得有时间出门逛街时，我都会给林杰挑适合他的礼物。果然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蓝天，你可真悲哀呀！我把自己的衣服全都拿出来塞进行李箱，家里属于我的东西也都打包装好，等搬家公司的师傅上门，我就让他们搬下去装车。这个箱子也是要带走的吧？不封起来吗？师傅抱着一个没封口的箱子问我，里面全是我这几年送给林杰的东西，有手表、领带。我摇头，这些都是不要的垃圾，麻烦师傅帮我扔楼下的垃圾桶，谢谢。关门之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房子，再见。希望你们能喜欢我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我正在跟市场部同事开会，林杰突然闯进来。林总，我回头看着林杰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他晒黑了，眉眼却张扬起来，像高中那个肆意的少年。你回来了，我笑着对他点头。林杰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，疑虑、愧疚，他对我竟然还能有平淡以外的眼神。林杰的手机响了2声，他又变得冷淡。我最熟悉的眼神。公司这个月亏损这么严重，为什么不报告？林杰把财务报表扔到我面前，我假意翻看，其实早就知道了。至于亏损原因，当然是因为我把订单都抢走了。我自然不会说实话，为难地说，这段时间不少合作方跟我们解约，公司正在发展新客户，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。为什么跟我们解约？林杰皱眉，就算他再不关心公司的业务，也知道客户解约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。还没查到？林杰敲着桌面，这么重要的事你都没查到，这是严重失职的表现。你先把手头的事暂停，不要来公司了。我看着林杰，满脑子疑惑，之前可没有这出，难不成是受我重生的影响？我的下属不满了，站起来反驳林杰：林总，公司业绩下滑又不是蓝总一个人的责任，你凭什么都怪蓝总？公司所有的事都是蓝总撑着，要不是蓝总，公司早就倒闭了。这些下属都跟了我好几年，是亲眼见证我怎么为林杰打江山的。见林杰这样对我，一个个站起来为我鸣不平。林杰脸色铁青，怒吼道：够了，不满意就一起滚蛋！我追着林杰出了会议室，一路上员工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们。我大声对林杰说道：你要停我的职我没意见，可市场部的同事这段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，你怎么能开除他们？要是没有他们，公司哪来的订单？这个月我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把公司的钱合理转到新公司去了，留下来只是为了不被怀疑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但我没想到林杰会开除市场部的核心员工，就因为帮我求情。林杰挡在自己办公室门口，扭头盯着我。公司不会没了，他们就不能赚，大不了我再重新招人。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，我脱口而出：你疯了！销售容易找，
市场部核心员工可是掌握公司命脉的人才，怎么能随便开除？突然，我眼角余光扫到林杰的办公室里有人影晃动。谁在你办公室？没谁。林杰挡住我的视线。我抬头看了林杰一眼，在他眼里看见了心虚。我猛地推开他，打开门。严雪正大光明地坐在林杰的办公桌上，对我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。我还没开口，就被林杰拉出来。他咬牙盯着我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过分了。”虽然早就知道林杰对严雪的感情，但亲眼看到他这么维护严雪，我还是觉得心寒。是因为严雪，所以你要把我踢出公司？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最终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林杰一脸冷漠：“是你做错了事，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。”林杰，你还记得是你跟我求的婚吗？林杰嘴角翕动，我苦笑：“也是，严雪才是你的白月光，我成全你们。”林杰，婚礼取消，我们分手。我没想到严雪会主动联系我。来到约好的餐厅，她已经坐在了正对大门口的位置，看到我热情地打招呼：“蓝天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你现在喜欢喝什么？我还没点。”严雪把菜单推到我面前，我拨到一边，对送来白开水的服务员道谢。严雪脸色难看，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：“蓝天，你在怪我吗？”我笑出声：“几年不见，你怎么变得这么绿茶了？你抢了我的未婚夫，我还不能怪你了。”严雪脸色阴沉，然后又笑了起来：“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我不怪你。我也没想到阿杰会这样对你，但是没办法，阿杰爱的是我，你还是早点退出吧，对你，对阿杰都好。”我感觉我已经不认识严雪了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们8岁就认识了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，一起调皮捣蛋。后来严雪知道我喜欢林杰，发誓会帮我保守秘密。没想到等我参加奥赛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在巷子口看见严雪跟林杰接吻。我质问严雪，她哭着告诉我是林杰先跟她表白的，她是被迫接受的。我不相信林杰会主动，毕竟他是那么高冷的一个男生。但是看着林杰每天开心地来找严雪，我只能假装若无其事，告诉自己只要林杰幸福就好。结果严雪却抛弃了林杰。我是在严雪突然出国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。当年你为什么要抛弃林杰出国？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疑问。他出国后，我找过他，给他留言，他却一次也没有回复过。我妈非要带着我出国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严雪撇头看着门外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是他心虚的表现。我笑了：“严雪，现在你才是小三。”严雪猛地扭头盯着我，眼神嫉妒：“林杰爱的是我，你不过就是他打发时间的替身，不然为什么我一回来他就不要你了？”说着，严雪摸着自己的肚子，目光挑衅：“而且我怀孕了。”我脑袋嗡嗡作响。我知道林杰爱严雪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没有底线。我们还没有分手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跟严雪滚床单。我忍住胃里的翻腾。严雪趾高气扬地看着我：“你要是有自知之明，就赶紧让位。”我冷笑：“你算盘打得可真响。”严雪忽然笑了，低头靠近我：“你说林杰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呀？”他的眼神盯着我身后，我心下了然，冷声道：“不用了。”端起桌上的水泼到他脸上，看着严雪错愕的眼神，我心中的怨气消散不少。不就是想装可怜吗？我满足你，你干什么？林杰怒吼着抓住我的手，我冷眼扫他一眼，甩开他的手：“你的白月光想装可怜，我满足他的心愿不好吗？”林杰眼神复杂：“我才不管他怎么想，
渣男贱女绝配，锁死别出来害人。阿杰，蓝天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严雪扑进林杰怀里，我忽然想起被他们推下楼的时候，他也是这副姿态，依偎在林杰怀里，好像我才是破坏他们的恶人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会给你补偿，但这跟小雪没关系，你要怪就怪我，不应该伤害小雪。林杰眼神疼惜地看着严雪，我扬手给了林杰一巴掌，在严雪的尖叫声中留下一句：我的确应该怪你，你这种人渣不值得我投入那么多感情时间。助理匆忙走进我办公室，让我看网上的新闻。我点开微博，发现自己被网暴了。起因是严雪在网上晒了自己跟钻戒的合照，配文自己要跟初恋结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她买了水军，挂上了热搜的尾巴。随后有网友发了自己在马尔代夫偶遇严雪跟林杰的亲密照，惊喜自己遇到了博主，当时就觉得他们很般配。严雪回复了这条评论，说自己跟林杰高中就在一起了，从校服到婚纱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引来大家的羡慕。网友纷纷表示严雪跟林杰的爱情好甜，要是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也算一段佳话，但这是在国内，网络发达，总有知道真相的人。于是有知情人在严雪微博下面骂她是小三，还说林杰有未婚妻。这个知情人甚至放出了我跟林杰的婚纱照，是我当时发在朋友圈的，应该是我们圈子的人。网友质问严雪的身份，没想到严雪竟然装可怜，言语间都是说自己被最好的朋友背叛，太伤心，所以出国，但还是忘不掉初恋，所以回国想要挽回。幸好初恋真正爱的人是他们才能破镜重圆。所以网友转过头来，纷纷指责我才是不要脸的小三。蓝总，你放心，我们都相信你的为人，明明就是这个女人不要脸抢你的未婚夫，还敢倒打一耙，咱们一定不会放过她。助理3年前就跟着我，前段时间林杰扬言要开除他们，市场部的好几个同事都辞职，还怂恿我自己创业，他们都愿意跟着我，我当然不会辜负他们的好意，把他们全都拉到了我的新公司。他们不仅没觉得我过分，反而说我干得漂亮，就应该离开渣男，自己搞事业。我安慰助理，别担心，他蹦跶不了多久的，你们准备好公司的宣传资料，等网上的风向一转，见机行事。助理虽然迷茫，但他从来不会质疑我的决定。我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，可以开始了。就在网友们争执不休的时候，有个大 V 站出来了，偶然瞟到戒指小姐的照片，觉得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国外的夜店见过，刚刚去翻了照片，果然没看错，随即发了9张图，夜色迷离的酒吧里，女人跟男人各种调情的照片，有不少大尺度。照片的女主角都是严雪，照片一出，网上一片哗然。严雪立刻跳出来说照片是合成的，还扬言要告发图的大 V。接到林杰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看网上的评论，在严雪说出要告大 V 之后，大 V 这边就没消息了。严雪继续蹦跶，卖惨自己是被诬陷的，博得了粉丝的同情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就没人管这些造谣的营销号吗？已经举报了，坐等管理员封禁这个账号。小姐姐真可怜，原本只是分享自己的爱情，结果被人造黄谣，营销号太可恶了，估计有人眼红，故意使坏吧。我就是这时候接到林杰电话的，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，是你干的吧？我也没跟他客气，林总护短也要有个限度。
我不会被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伸过去的傻子。林杰沉默片刻才开口：严雪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但你也不应该找人辟图陷害他。原来严雪是这么跟林杰解释的呀。我大笑出声。林总既然这么爱严雪，为什么还要送给他前未婚妻的戒指？这么小不符合你们对真爱的定义吧？没错，严雪晒的那枚戒指是林杰送我的求婚戒指。离开时我还给了林杰，没想到又到了严雪手里。真不知道是林杰偷懒，还是严雪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。蓝天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可不怕他威胁。林杰，你真应该好好调查一下你女友在国外的经历，说不定有惊喜哦。说完，我先挂了电话，发了一条消息出去。继续，大 V 被骂上热搜，他坐拥100万粉丝，被反噬也是很恐怖的。就在所有人等着看他被处理的时候，大 V 反手甩出了几张截图，是严雪堕胎的手术单。这下网友纷纷掉头围攻严雪。我的下属趁机拿出各种证据打脸严雪，实锤他才是破坏我跟林杰感情的小三。第一次知道出国8年还指责别人破坏自己感情的。我可以在国外厮混，你必须为我守身如玉。真双标狗，知三当三，还骂正事，这三观绝了。渣男见女滚，最可怜的是渣男的未婚妻，被渣男跟曾经的好闺蜜联手欺骗。防火防盗防闺蜜治股名言啊！谢谢各位关心，我们老板已经认清了渣男的真面目，现在正努力搞事业，一波宣传，公司的知名度大涨。多亏了严雪的骚操作，我名利双收。趁着他带来的名人效应，我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我也因此收到了行业高峰论坛会的发言邀请。得益于这些年跟各种客户打交道，面对乌压压的人群，我也丝毫不慌，完美完成了我的发言。我走下讲台的时候，有几个记者过来采访，我一边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眼角的余光扫到一个保洁绕过人群冲到我面前，下意识往旁边躲闪，那人就撞上了柱子，人群发出一声尖叫，保安冲过来制住那人，我才发现是严雪，都是你害了我。严雪举着刀挣扎着想冲向我，神色癫狂，我被助理护在身后，他对严雪呸了一声，你抢我们老板男人，我们老板心地善良，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你还跑来发疯。记者们兴奋地拍照，这可是个大新闻。主办方过来问我怎样处理，报警吧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我，很快我就知道了。作为当事人之一，我被叫到警察局做笔录。会场内有监控，所以警方轻易查到严雪是乔装成保洁人员偷偷溜进的会场，足以证明他是有预谋的行为。至于他的行为动机，警方也很快问到了。嫌疑人说是因为你毁了他，所以想报复你。我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什么？警察的脸上也是一言难尽。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嫌疑人之前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抨击，有人找到了他的住址，故意恐吓，导致嫌疑人流产。我一脸问号，这件事好像跟我没关系吧？警察点头，我们知道，但是嫌疑人认为是你造成的。除了无语，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最后，我要求依法处罚严雪。离开派出所的时候，林杰赶来了，他脸色很憔悴，像是很久没休息好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绕过他，准备离开。反正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们谈谈。林杰伸手挡在我前面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派出所的大门。你想谈什么？林杰一脸艰涩。我不知道严雪会这样。我挑眉，有内幕。
林杰说，网上曝光严雪堕胎的事之后，他家里也知道了，要求他立刻跟严雪分手。林杰质问严雪为什么骗自己，严雪哭诉，因为她在国外太难过了，只能这样麻痹自己，最后告诉自己怀了他的孩子。因为网上的事，林杰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严雪却说如果她再流产，以后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林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没等他想好，严雪被私生粉找上门，混乱中撞到了肚子，孩子还是没了。我看他像看傻子一样，所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是想让我原谅他吧？不是。林杰摇头，这件事本来就是他有错在先，我不会帮他求情的。我撇嘴，看来你对他也没有多爱嘛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我不想跟林杰废话，却再次被林杰拦住了。你知道严雪出国的真相吗？这次林家人找上门的时候说漏嘴了，林杰才知道，高中的时候他爸妈就知道他跟严雪谈恋爱，所以给了严雪一笔钱打发他出国。我也没想到这里面有林家的手笔。你有私藏严雪写给我信吗？林杰盯着我问。我莫名其妙，什么信？果然林杰整个人都变得松弛，好像放下了什么一样。严雪说她出国是被逼的，她临走之前让你转交了一封信给我，但我并没有收到，我以为是你从中作梗，我一气之下才会把你赶出公司。我气笑了，原来我在你心中竟然是这样的。原以为林杰是个恋爱脑，今天才知道他没脑子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抵不过严雪的一句话。我抬脚离开，对不起。身后传来林杰的声音，我没停下脚步。有些事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释然的。我正在修改文件，听到办公室外面闹哄哄的，刚抬头，林杰突然闯了进来，后面跟着助理还有保安。蓝总，林先生非要硬闯，我们拦不住。助理赶忙解释。我低下头继续看文件。我记得林先生没有预约，请出去吧。你为什么骗我？林杰双眼通红，咬牙切齿的模样让我有点怕他下一刻就会冲过来掐住我的脖子。我不知道林先生在说什么，我以为他知道我抢光他客户的事情。林杰手忙脚乱地从身上掏出一个破旧的本子，伸到我面前。这个是不是你的？看着有些眼熟。我翻开，竟然是我的高中日记本，里面记录的全是我对林杰的观察日记，以及我隐秘的暗恋。但是这本日记早在高一的时候就不见了。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有次书包没有拉好，掉在路上了，来回找了3天也没找回来，郁闷了好久。怎么跑林杰手里了？林杰也一直盯着我的动作，眼神错愕。这是你的日记本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不理解林杰的变化，为什么是你的？这不是严雪的日记吗？林杰喃喃自语。严雪明明说是他的日记本，第一次有人发现我不抽烟，第一次有人关心我不开心。我一直以为严雪是最懂我的人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我觉得可笑，严雪竟然是通过我的日记本跟林杰交往的，这太荒谬了。我们在一起6年，我给你补课，帮你写作业，你难道没发现我的字迹跟日记本上的字迹一样？林杰嗫嚅道。严雪说，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以为你们的字迹相同。我突然觉得自己10年的青春浪费在林杰身上，真是一文不值。既然林先生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可以走了吧？我竖起日记本，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就拿回来了。送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林杰紧抓着桌角不松手。我把严雪当成你了，我被她骗了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真是可笑。
我当着林杰的面儿把日记本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拿下国外大订单的时候，也得知了林杰破产的消息，这是早就能预料的事。公司账上已经没钱了，严雪挥霍无度，林杰又不善经营，这个结果是迟早的，所以我并不惊讶。但是我低估了林杰的疯狂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，他就一直打，足足36个电话。帮我保管手机的助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最后我接了电话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林杰的声音带着笑，背景有风的声音，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我有什么好满意的？你的公司早就跟我没关系了，你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严雪变成哑巴了。林杰突然的转折让我没反应过来。什么？严雪故意伤人被公诉，被判坐牢3年，现在正在监狱服刑。他说谎骗了我们，所以我找人毒哑他，以后他再也不能骗人了。林杰安静地陈述着，我脊背发凉。林杰爱严雪的时候，可以为他把我推下楼，现在发现自己被骗，立刻对严雪痛下狠手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偏激毒辣？蓝天，其实我早就爱上你了，只是我不敢承认。林杰絮絮叨叨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庆功宴的时候吗？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，在车上你跟我说别怕，你会一直陪着我的。那一刻我就心动了，我跟你求婚也是真心的，我是真的想娶你。可是严雪回来了，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，是最懂我的女人。我原本想着跟他见一面，当面了断从前的过往，但他却告诉我他是被迫出国的，是你从中作梗。我的心随着他的话越来越平静。如果2个月之前他告诉我这些，我一定会原谅他，现在不可能了。我永远忘不了被死亡席卷全身的痛苦，他的这点痛才算什么呢？林杰，你不爱我，我的付出你不曾放在心上，现在后悔不过是发现自己爱错了人，想弥补，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罢了。林杰沉默很久，你真的不会原谅我了吗？不会。你以为一句道歉就能抵消对我的伤害吗？不能。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你，就算我死了你也不原谅吗？不原谅。酒店外似乎传来了尖叫，我提着果篮走进病房，躺在床上的林杰一看见我就激动地想坐起来，可无论他怎么折腾都没能爬起来。他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就站在楼顶，在我说出不原谅后就跳了下来，人没死，但身体多处骨折。我本来不想来的，毕竟话已经说清楚了，是林杰的爸妈来求我，他们说林杰闹绝食，不想活了，也不愿意跟他们说话。看着曾经那么强势的林母沧桑的模样，我想到了自己爸妈，我不在了以后他们肯定也很难过吧，于是就答应来见林杰一面。你来了，你看我把这个找回来了。林杰献宝一样从抽屉里拿出被我扔掉的日记本，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会有去翻垃圾桶的一天。看着林杰兴奋的模样，我终究还是打断了。林阿姨去找我，我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来的，否则就算你入土了，我也不会给你送一枝白菊花。林杰目光变得暗淡，我们真的不可以了吗？我懒得搭理他，转了话题。你为什么要去楼顶？没想到林杰长舒一口气，躺在枕头上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也像现在一样不相信你，但我又舍不得放手，最后在婚礼的前一天决定跟你摊牌，却不小心害你坠楼。我知道是假的，但我还是很难受。原来摔下楼是那么痛的，我全身的血液几乎倒流。林杰竟然梦到了我的前世，这算什么？赎罪？我不需要，他也不配，我会过得很好。我看着林杰，你说在家里得不到温暖，
但你父母努力有一半是为了给你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。你没有看到你爸妈的白发吗？你还要他们为你继续担惊受怕？我没想过。林杰垂头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就当是报答你的父母，也为社会做点贡献吧。世界上比你活得艰难的人多得多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身后传来林杰带着哭腔的询问。我摇头，再见。看到他只会让我想起从前，我不想沦陷进痛苦的深渊，难得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更愿意让自己快乐一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